早安。那跟上一篇的乌布相比，我们在仓谷几天的生活非常的简单，白天完成一些工作和剪辑，临近傍晚时分就出门去海边看日落。但在此之前，我们要先去探索一下还有什么特色的没尝过的巴厘岛美食。又是一道巴厘岛名菜巴比古令，就是烤乳猪饭。这里应该是有猪的各个部位，然后它还配了一碗汤，这是啥汤？难道是猪肉汤吗？To be honest, I'm not quite sure what's on this plate. I mean, obviously you can see there's some roasted shredded pork over here, some deep fried pork skin, we got a satay, and this looks like some pork sausages, I guess. I mean, under this sunlight, it looks really delicious. I'm gonna start here with this piece of fatty roasted pork skin. It's really like eating a piece of pork skin chips. 觉得它的调味是很特别的，是好吃的，但是真的好辣，我已经不知道是哪一块比较辣了，但是它们混起来就有一种烧起来的感觉。Oh wow, that spiciness just hit me. Ooh. I need some coconut too now. Okay, so top tip, avoid the red chilies. They're really spicy. Ooh. 结束了这顿稍微有点上头的午餐后，我们终于要去看看巴厘岛的大海了。在仓谷及其周边地区有着十分绵长的海岸线，一个接着一个的海滩和俱乐部，所以我们第一天就选择去看看处在相对热闹区域的一个海滩 Nelayan Beach。在这里，我们也意外收到了大海送上的第一份惊喜的见面礼。When we were walking around yesterday, we saw many local restaurants that all look super delicious and super cheap at the same time. So we're gonna go try one of them today for lunch. 因为我们这次选的住的地方稍微有点远离仓谷的市中心，但是反而发现这附近有非常多这种小餐馆，而且都是本地人来的比较多。我们点的这个是肉丸 bakso， 也是一个这边比较常见的一个印尼菜。然后很难相信这一碗才20K， 这一碗就30K， 就大概就10块20块人民币左右之内，非常便宜。感觉这个可能才更接近一个本地的巴厘岛消费的物价。里面还有配面啊和炸云吞啊，就我们之前已经来吃过一次了，觉得蛮好吃的。然后就在我们的身后还有非常漂亮的稻田景，所以感觉好像也不用去什么网红餐厅，你就可以享受到这种美味简单的食物和非常漂亮的风景，挺不错的。The wind is so strong here today. You can hear these things ringing, and over there you can see that spitting super strong. But at least it's not hot. Perfect little breeze. Let's try the bakso iga.
There's actually many toppings inside this bakso iga. Of course, there's the bakso, the meatballs, the iga, the ribs. But there's also a fried wonton. There's some fried tofu. And you also eat it with, I think, vermicelli noodles and instant noodles. Pretty interesting combination. And now let's try the bakso, the meatballs. Very giant piece of meatball. 好夸张，我不知道从哪开始下口。就算忽略它这个芝士的内馅，那肉丸本身也是很 Q 弹，就是不知道它是不是手打的，但是就是跟超市里卖那种丸子不一样的味道。它的分量其实非常的小，但是里面有这么多的食材在。虽然它的面条可能用的也只是方便面和比较普通的粉丝，但是这个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我觉得综合来看，目前昌谷最喜欢的还是这个沙滩，因为它就很安静、很舒服，来的人也比较少，只能看到零零星星的几个人，还有跑来跑去的小狗。冲浪的人也蛮少的，不知道为什么，也可能是这边的浪比较大，也比较急，所以只零星看到几个很厉害的小孩哥在这里面冲浪，我真的很佩服他们的勇气。然后这边的沙滩比较特别的是，他们是这种黑色的沙子，就是一个黑沙滩，在夕阳下就呈现出一种黑金的颜色，非常特别。在海浪拍岸的白噪音中，我忍不住在想，也许生命就像海潮一样，伴随着一次次的高峰与低谷，快速的涌来，又快速的退去，最终连走过的痕迹也会一并抹掉。但唯一能把握住的，就是在这一次次的冲击中，我们确认着当下的存在，有了真切活着的实感。找谁？一只突然来搭讪又突然走了的小狗。我觉得这个海滩可能唯一的问题就是它的信号不太好，但是有这样的美景，也不需要看手机了吧？第3天，我们稍微远离仓谷，开启了包括乌鲁瓦图在内的南库塔区域一日游。在这里，眼前的大海也展现出了它截然不同的风貌。我们来到了今天的第一个海滩，乌鲁瓦图这边的海滩它都是在山崖下面的，所以都需要爬一段走下来。真的是跟昌谷那边的海滩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是那种非常晶莹剔透，一眼就可以看到底的果冻海。这一片的海域还比较的平静，让我感觉有点像一个湖，因为那个浪都在远处翻腾，所以这一片很平静的水域就可以看到大家在这里游泳啊，还有划皮划艇，然后在天空上还有很多人在玩滑翔伞，还蛮有意思的。哇，这个海就是
美到让人立刻就想要蹦进去游泳啊，太爽了。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天然形成的洞穴，正好就把这个海域框住，非常的漂亮，像一幅油画一样。就是这个海滩有特别多的贝壳和石头，有一点扎脚。Coming down was the easy part. Now we have to take all these steps back up. 我们又来到了乌鲁瓦图的另一个名景点，就是悬崖公路。这边的路段感觉它也不完全封闭，因为这边左边这边还有一直有车经过，但是要进来其实是需要收门票的，还蛮神奇的。就是这种从悬崖峭壁中间凿出一条路来，然后它的尽头就是大海，就走过来看还是非常非常漂亮。也不知道是哪个天才发现了这条路和凿出了这条路吧。漂亮还是挺漂亮的，不过人也蛮多的，还有蛮多的旅游大巴停在旁边。You can still see over there the ocean is really beautiful, but it seems like this is low tide, so actually the ocean ends over there, and that's like a beach. 表面看起来又坚硬，但是其实又很脆弱，因为感觉摸一下它这个石头就会往下掉。We have arrived at the Uluwatu Temple, and they gave us one of these, I think they're also called sarongs, to tie on your waist. But if you're wearing shorts, they'll give you a purple one like that to cover up your entire leg. 乌鲁瓦图寺这里就有非常多只的猴子，所以尽量就不要把东西外挂，比如说眼镜啊、帽子啊。So that's why I took off my glasses, and now I'm half blind. Hopefully, I can see them already. Oh damn! 看到他们都非常之忙碌，要不然就是忙着打架，要不然就是在吃玉米，要不然就是在那儿互相抓痒，要不然就是在那儿开大会，就各有各的忙吧。这里感觉好像并不是一个寺，我感觉来到了这个才是那个猴子森林公园。但是沿着那个海一直走下去还是蛮漂亮的，我感觉那个浪真的非常之震撼，就是那种翻滚起来的浪，一面浪组成的墙在坍塌一样。 Well, that's unfortunate. The ocean view here must be really cool if you fly a drone. 那我们接下来准备要去看夕阳啦。我们就想找一个不需要门票又可以飞无人机的地方，所以就在那个悬崖这一边西面一直在搜，然后就发现了这个叫做 Jaran Hill 的地方，还是蛮多人骑着摩托车来的。这里还有一个灯塔在后面。 这个地方真的好美啊！我觉得在乌鲁瓦图看到的海真的是可以说是我看过这么多大海中应该最难忘的一次，因为这里的海域非常的开阔，好像已经坐在了这个陆地的尽头一样，看这个太阳从海平线落下去。远处的大海是非常平静的，但是近处靠近悬崖这里呢，就像大海的一层又一层的
褶皱一样，非常的美。我觉得这里的浪它有点像是绸缎一样的铺开，然后它落下的时候就像天上揉碎的云一样。每次的浪，它的起点和落点，它的大与小都是不一样的，你就会忍不住一直的盯着它看，就看不厌，看那个海浪不停的起起落落，看着海浪里这些和浪搏斗的人。这个就是山的边缘，这就是悬崖，一定要注意安全。I feel like having a nice weather, having this breeze in the air, listening to the sound of the waves, in this beautiful light, it's really enough. It's really a perfect ending to the day. How do you feel? 我觉得今天虽然没有去特别多的景点，然后今天的夕阳呢也没有前几天我们在昌谷看到的能见度那么高，但是也还是一个结束一天非常好的方式，因为阳光、大海还有美好的心情这些东西呢，都不需要付出太高的成本，甚至它有可能也是可以是免费的，就像我们在这里这个破破烂烂的悬崖旁边看夕阳一样的感觉。哦，它有一点变成金色了。只要付出一点点时间，你就可以收获这些了。觉得乌鲁瓦图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如果下次可以来冲浪就好了。Okay, time to go home.